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那么如你所见，现在我桌面上摆放呢，一个是这个 Zero Y，一个是 Zero X。那关于 Zero Y 和 Zero X，咱们频道啊都分别做过非常详细的分析的视频。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参考我视频链接下方的这个文字。这个 Zero Y 灵感系列三脚架应该说是在2022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这种经典之作。纵观全网关于这个尤兰兹·科曼的这个 Zero 灵感系列脚架探讨啊，那么有一个关于它的这个配件很少被人提及，那么就是这个叫灵感 VC4。这个 VC4是Zero 灵感系列脚架的一个重要的扩展配件，因为它可以极大的拓展灵感系列脚架的使用场景。那么并且呢，会对咱们对于外拍轻巧补光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提供很大的这个帮助。那么大家看，就咱们频道有的时候比较硬核，就是咱们会愿意去花很多时间去讲一些非常冷门的配件，但是我个人非常欣赏，而且我个人认为非常有用的一些配件的设计。那么我们首先看包装，那么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大家一看一般也基本上就明白了，是吧？不过后面的一些图呢，我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愿意给大家再提一提。首先看它的这个参数指标规格，那么第一个材质100% carbon fiber leg， 它是一个100%全碳材质的一个管腿的设计。第二个，它是有几管腿呢？它是4节，那么这管径依次是25.5、22、18.5和15。从管径设计上，应该说和Zero X、Zero Y 这个管腿脚架管腿的设计啊，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致的。然后第三个是它的最大的这个生产高度，每节管径全展开4节全展开的话是1039毫米，就是1.03、1.04米的样子。那么完全收起是31.7厘米，总重200克，它的承载能力呢是1.5公斤。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承载力啊，不像那个球台有那么10几公斤的承重，但是呢，它依然足够去胜任1.5公斤以内的这种补光灯啊，或者是一些扩展配件的这种支撑。它整体的设计，大家看，我们可以去对比着这个Zero Y 去看一看，它们到底的设计有哪些不同啊？那么 Zero Y 它的管径啊是1、2、3、4，是一共是5节的，而这个呢是1、2、3，是设计了4节。那么它这个最粗管径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最细管径呢就类似于接近于它倒数第2档的这个高度。那么它的这个设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这一侧扳扣的方式呢，锁紧的方式呢和 Zero Y 是完全一样的，顶部带一个4mm螺杆。这边的这个每个螺丝的松紧是可调的，那么可以帮助你去调节每一个扳扣它的这个阻尼的力度。大家看，它同样是一个异形中轴的设计，它只不过用这个铝型材啊加工出了一个异形的一个形状，底部呢是完全和异形中轴的形状是一样的，它这个截面三角形，底部呢做了一个3/8的螺纹孔，然后顶部呢这是一个铝制的一个衬套，这个衬套通过还原树脂胶紧紧的抱在这个碳纤维碳管上，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体化设计。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也同样有这个丝印 Johnson & Coleman 灵感 Zero VC4。那么这里大家的丝印有所不同，原来的这个叫 Zero Y 和 Zero X， 那么这个叫 Zero VC4。那么你其实有2种安装方式，官方建议的是，你把原中轴拆掉。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拆掉这个，就它嘛。我们首先拆掉这个东西，把它拆掉。这是3/8的内藏的这个扳手，这个咱们给大家介绍过。然后把这个扳扣松开，这一侧把这个扳扣松开，因为松开之后呢，这个中轴的这个卡箍啊就松开了，然后就可以退出，这个中轴就可以退出来了。看，中轴退出，这就是这个中轴的设计。那么随着中轴的退出，顶部这个倒置式的大球台也同样被拆除。然后呢，这个 VC4啊，就从这个方向插入，哎。然后，如果你想在底部去这个降低重心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还给它装上，这也是支持的，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直接把这个扳扣给它扳上，也是没问题的，这2个方式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扳扣扳上就行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的 Zero X 或者 Zero Y 它就摇身一变，它在原来的这个1.5米的高度上又增加了1米的长度，那就整体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到这个2.5米的高度。2.5米的高度呢，就足以胜任这个外拍的这种小型的补光的使用场景了。那么实际上，通过这套组合，尤兰特·科曼的这个 Zero 灵感系列三脚架摇身一变，其实变成了灯架。那么这个灯架的使用场景就非常多了。你可以一方面利用这个 Zero 系列三脚架的这个很大的支撑幅面，那么让这个1.039米的这个支撑杆啊，可以支撑
不超过1.5公斤的这个灯具。另外呢，你也可以充分利用整体的高度，它可以获得最高它2.5米的这个升起的高度，利用在这个高度上，去加装一些灯。只不过在加装灯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注意事项，这个需要给大家明确，就是像 Zero X68它主打的是这种超轻便、超薄、便携的这种使用场景，所以呢，这个灯架的整体的重量啊，大家知道一个脚架要稳，首先它的这个整体的重量一定要重，但是这个呢整体重量是比较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灯架上安装过重的这个补光灯，比如说你想装艾姆拉200X，那么个人建议你还是三思而后行。那么但是如果你要装这个P60、P60C、P60X 这些灯，那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咱们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实际的一些使用场景。好了，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用这个 Zero Y 三脚架，然后用 VC4 通过这个中轴延长的方式，那么支撑出了一个灯架。我们沿着从下往上看，那么我没有完全打开啊，我给大家去简单展示一下它在使用场景中的一些感觉。上面放的就是那个爱杜仕艾蒙拉的这个60D 单色纹的版本。那么这个灯呢还非常的小，然后呢这个亮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非常便携，就是这个既适用于室内拍摄，也适用于室外拍摄。那这里呢为了展示需要，我没有把灯光开得特别亮，我们可以稍微打亮一些。这个时候你看后面的白墙，那就很快的就爆掉了。而且呢这个后面它有这个 Lightroom Mini。Lightroom Mini 的话呢，是一个迷你的柔光罩，这个柔光罩那么用起来非常的小巧，也适合于外拍进行使用。那供电方式上呢，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方式，就是用的是这个斯莫格的这个黑曼巴 Smorrig 的这个 VB50。这个电池咱们给大家也非常详细的介绍过。那么这个电池它特点就是很薄很便携，大家看从背后看，它和这个60D 这个相对关系。因为它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手持拍摄的时候也很轻松，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电量也足够的好。大家看它在使用的时候 ，D-Type， 那目前剩电了97%，用 D-Type 接口。那么这个2节电池上面是带那个多种接口、多合一接口的。这个咱们曾经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所以这个是一专多能的一个小容量的微口电池。但这个小容量微口电池对于咱们外拍来说，不仅够用，而且呢，足够的轻便。那么它这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1/4螺丝孔啊，拧在这个 VC4 顶部的。当然你也可以去再加一个，比如 F22快拆，增加一个俯仰调节的这个自由度。但是如果咱们外拍一般来说，要么是用这个鱼鳞纹的柔光罩，要么是用那个迷你的柔光罩。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用柔光罩的话，不加这个俯仰调节，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整个的相机脚架比较轻，如果你还加了俯仰的话，可能会导致重心的不稳，这点需要特别的注意。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移动补光的需求，那你就像我一样，把这个打开，那你看就像我这样，把它拔掉，用手去进行补光就可以了，补光啊、扫光啊。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 VC4呢，它在设计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给单兵作战来使用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既有了脚架，也有了灯架，而且呢，你如果想灵活布光的话，VC4加你的补光灯，那么也足够可以让我们在单手握持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创作和拍摄。因为这个 VC4啊，采用了和这个 Zero X Zero Y 中轴同样的这个接口的设计，所以呢，当你用完这个架子的时候，你可以进行模块化的这个拆卸。把它拆掉，然后再把硬中轴换回就可以了。所以整体的这个使用上，它的这个操控啊是无缝的。所以 VC4在整体的操控上，它完全是和原始的这个设计是一种无缝过渡的这个效果。那么大家在出去拍摄的时候，那么脚架包里面除了装那个脚架，你可以同时再配一个 VC4。那么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去拍摄，让这个脚架的使用场景就变得更多了。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 VC4啊，因为它本身这个结构也是类似于一个快拆的设计，你把它快速拆掉之后，那么它同时也会成为你的手持移动式补光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质啊重量很轻，然后呢你可以很方便的帮助你去进行这种便携式的补光，所以这些都是在 VC4的设计上呢，实际上是一些别出心裁的考虑，只不过这样一种设计的形式能否被大家所认知，能否被大家所接受，这个呢就是需要通过咱们的频道的视频啊
要给大家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的。可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灵感系列脚架实际上在上市之初就有一个 VC4这种配件的存在。Coleman 自己实际上还有这个魔术臂，你比如说这个 Coleman VD01，叫 Metal Articulating Magic Arm， 就是金属的这个魔术臂。当然，咱们顺道在最后看一看啊，这种魔术臂这个事情也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个魔术臂的设计呢又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给大家也好好分析一下，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这个魔术臂的特点呢，它其实是这个 0x0y 的这个绝配，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呢就是非常的便捷和小巧，而且是这个全金属原色的设计。怎么用？这个位置直接往里拧就行了，整体的手感也非常的滑。然后科曼的丝印 WD01，它还有一个这个 WD-0、WD-1是2种不同的这个设计。但是这个设计呢，它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金属球啊是不锈钢的，是不锈钢材质。大家注意看，我们把它拆掉，而且呢顶部呢是带有这个很致密的纹理，所以锁紧之后呢是非常结实，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一侧长一侧短，看到了吗？那么整体的结构，大家现在拆掉就能看出来，它是这样一个结构，可拆卸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这两侧这个抱环，这个结构设计啊是对称的，完全一样的，而且是这个正反都可以调节的，所以这个在加工上它是工艺性比较好。然后利用这个螺丝来把这嵌进去，利用一个螺母手拧螺母来锁紧，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但这两个的这个表面啊都有纹路，所以锁紧力度，所以它的这个锁紧做的比较好。所以另外它这个顶部的都带这个致密的纹理，不锈钢的。那么锁紧之后呢，很稳定。然后这些我个人觉得适合于在这个 0x0y 进行你的一些额外的扩展，但是呢不建议大家采用 W1 扩展太重的这个器材，因为本身它这个球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这个足够便宜，足够的好用，而且呢手感也足够的好，所以呢依然是一个值得被推荐的关于灵感三脚架的一个全新的配件。但这些配件可能咱们频道就是首先之前给大家没介绍过，再一个呢就是别人频道也很少给大家讲这种比较冷门或者说比较便宜的这种配件。但是我个人觉得每一个配件那么都值得被解读和探索，那么它一定会帮助你在你的影像创作中会发挥出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另外大家看到它这个随机的还有一个这个铜制的垫片，这个垫片呢你可以放在这一侧，看也可以放在另外一侧。那么一般官方是建议放这一侧，因为这侧螺杆长度比较长。除此之外，它还很鬼魅的给了一个六角扳手，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就是它，你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使用场景啊。它每一个球的底部是带一个这个六角螺丝的位置的。那么这个是什么使用场景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0y 上这个螺丝它扩展，如果我们纯靠手去拧的话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常如果我们不带阿莱定位孔的话，那这个拧完之后呢，它是不够紧的，你知道吗？很可能不够紧。怎么让它更紧呢？就是利用这个扳手，给它在这个阶段彻底的拧紧。然后呢，我们再去调节另外一侧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整体上它在固定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稳固了。所以这是设计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细节。这个细节应该说不难做，但是很少有品牌去真正的把它做好。那么这个设计呢，无疑会让这个脚架的外置的扩展，就让这个 0x0y 和 WD1实际上是一个绝配。当然拆除的时候非常简单，因为拆除你可以用很大的力臂，就很容易把它拆掉。但是你想把它装得很紧，这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魔术臂，因为魔术臂它本身的两个关节，你用力拧的时候，它还是会滑动的。但是呢，用这样一个巧妙的方式，用增大力臂的方式，可以首先把这个 WD1拧紧，然后在它固定不动的时候，那么单独去调节另一侧，让你的这个扩展变得更加的稳固和方便。好了，那就以上本期视频关于这个 0x0y 的额外的补充了。那么这些冷门的配件、冷门的设计，一样有它的这个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认识和运用灵感系列的这个脚架。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脚架生态了。那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